今天来做一集特辑，主角是最近很萌的一个模型 GLM， 还有它背后的公司知谱。先讲一个这几天的消息，在开源模型的排行榜上，王座害人了，而坐上去的是一家从清华大学实验室走出来的中国公司。6月13号，知谱开源了新模型 GLM Shididi，他在一个叫 Artificial Analysis 的综合智力评比上拿到51分，超过 DeepSeek Minimax， 成为目前开源权重力最强的一个。他用 MIT 授权，完全免费开放，支援100万 token 的超长上下文。在要连续写好几个小时程式的编码评比上，他只输给 Anthropic 最强的 Claude Opus 4.81分。一个免费开源的模型比到这么近，本身就是个讯号。那做出它的知谱是谁？他2019年从清华大学一个实验室走出来，两位创办人唐街和李娟子都是清华教授。一开始他们做的其实是知识图谱，把知识整理成一张关系网，后来才转向大模型。而2021年推出第一代 GLM， 而2022年做出当时很受注目的 GLM 130B。 换句话说，这不是追热潮才成立的公司，而是学界厂出来做了很多年的团队。今年1月8号，知谱做了件大事，在香港挂牌上市，成为第一家公开上市的中国 AI 大模型公司。这次幕僚大约 6.4 亿美元，股支月流17亿美元，挂牌第一天股价就涨了1成3。投资人名单也很惊人，阿里巴巴、腾讯、美团、小米，甚至沙烏地阿美。为什么重要？因为这代表这波 AI 公司开始要面对真实的股东和财报，不能只靠讲故事。这里有个有趣的问题，模型这么强，为什么要免费开源？这其实是一步棋。中国这一波，知谱、DeepSeek、阿里的 Qwen， 还有 Kimi，不约而同走开源，把权重公开，让大家免费用、免费改。好处是开发者汇聚过来，生态长出来，推理成本被压低，影响力也跟着扩散。这跟 OpenAI、Anthropic D 比原收费是两条路，而 GLM 不贬2登上开源第一，等于把开源到底能不能追上闭源这问题有往前推了一大步。技术上 GLM 补2用一种叫混合专家的架构，你可以想成它总共有7000多一个参数，但每次回答至电量，其中一部分像大医院只教相关可别的医生来回针，又大又深。它的更新节奏也很猛， GLM 补2月， GLM 补1 4月， GLM 补12 6月，几乎没记忆法。它的国际品牌叫在 Egg AI。 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？因为它开源有便宜，你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电脑或公司内部跑，资料不用送出去，繁体中文也处理得不错，对中文使用者很友善。不过也老是提醒，用任何来自特定地区的模型都要留意资料合规，以及它在某些敏感话题上可能有的立场或限制。这不是哪一家的问题，而是用每个模型签都该自己评估的事。一句话总结，一个从清华实验室走出来，刚在香港上市的公司，用一个免费开源的模型，逼近了世界最强。中国的开源力量已经不能再被当成追赶者。这集就到这，我们下次见。